凌晨1點，刷同城的你会刷到这樣一條求助帖嗎？救救我！我在地鐵上出不去了。熱知識，車到站了才能下車。樓主睡糊塗了吧？我沒睡，我也知道地鐵到站下車，可是這班地鐵已經不停地開了10分鐘了，這輛只有4分鐘的路程啊！樓主別慌，可能是故障了。你在哪班地鐵上？我聯繫工作人員救你。我在江市的地鐵2號線上。我看着最新的回復愣住了，我也在這班地鐵上啊！我趕緊看了一眼手機上的時間，1點11分，距離我上車已經過去了11分鐘。地鐵2號線是江市最重要的工作線路，班次多，站與站之間距離短，這麼長時間還沒到站，確實不對勁。若不是刷到這個帖子，沉迷刷手機的我可能還沒意識到這一點。我趕緊在帖子下面回復：樓主，你在第幾節車廂？我好像跟你在同一班車上。樓主幾乎秒回：我在車尾，這是我的坐車習慣。你別動，我現在去找你。3分鐘後，我和樓主在車尾會合，對方叫陳子陽，是一名剛上大2的學生。還好，這車上還有活人。陳子陽拍着胸脯，一副鬆了口氣的樣子。你不知道，當我發現這輛車一直沒到站，尤其還是在凌晨1點多的時候，都嚇死了。我差點以為自己跟小說裡的主角一樣進入異世界了。哎，對了，我們現在該咋辦？我看着陳子陽清澈的眼神，十分確信他就是一名大學生了。他有時間發帖求助，就是没想起來打個求助電話。先打求助電話吧。眼下又過去了幾分鐘，可地鐵依舊沒有減速或到站的跡象，10有8九是故障了。我撥通了印在地鐵門邊的求助電話。對不起，您撥打的電話是號。電話裡的空號提示讓我愣了一瞬，我撥錯號碼了？6位數不至於吧？我掛斷電話，又一字一檢查地按下門邊的數字。對不起，您撥打的電話是號。對不起，您撥打的電話是號。對不起，您撥打的電話是號。一連試了好幾次，得到的卻是一樣的結果。姐，你是不是按錯號碼了？也不至於按錯4、5次吧，我也不敢確定了。可能是你手機有問題。对，陳子陽一拍腦門，掏出自己的手機，我來打。對不起，您撥打的電話是號。空號，空號，空號。突然出現的尖銳嘶叫嚇得陳子陽差點摔了手機。我手機也壞了。眼下我也不是很能保持冷靜了，畢竟我也只比他大了3歲，是一個剛工作了1年的牛馬。我下意識地握住地鐵上的扶手。要不你再看看帖子裡大家怎麼說？陳子陽趕緊打開手機，帖子裡果然多出好幾條新消息，居然還有一個倒霉蛋。話說這麼晚了還有地鐵嗎？地鐵不是12點停運？樓上是住郊區的吧？江市的城區主幹線一般會運行到凌晨2點半。樓主和另一個層主怎麼樣了？這麼久沒說話，不會出事了吧？我看過的論壇體多，我來說，我猜他們現在已經進入神秘的異世界，可能正在躲避喪屍或者厲鬼。你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卸載所有可以看小說的 APP。陳子陽指着論壇體的那條評論，驚恐地看着我。不會被他說中了吧？我指了指87樓的回復，應該不會。你看這個人說他已經打過求救電話了。陳子陽又往下翻了翻，果然就在這條回復的下面2層，一個叫倔強的蘿蔔的好心人回帖說自己幫我們撥打過求救電話了。你們別慌，工作人員說正在排查系統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問一下，求救號碼是多少啊？我們剛剛也打了，但一直是空號。倔強的蘿蔔，6189萬9999。靠！這上面貼的明明是619888888。难怪我們怎麼打都打不出去。我也默默吐槽，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巨大的草台班子。就比如我們老板居然讓我一個運營部的人寫標書，害我加班到凌晨1點，還攤上這破事。也許是知道自己不久後就會獲救，我和陳子陽都放鬆了不少。我們下意識地忽略了那段詭異的嘶叫聲，以及一個致命的問題。喂。播報器裡突然傳出了人聲。現在是有2位乘客被困在地鐵上嗎？聽見聲音，原本昏昏欲睡的陳子陽瞬間精神了起來。对，你們終於來了。播報器裡的聲音繼續說道：很抱歉讓2位遭受這樣糟糕的經歷，稍後我會將車輛做緊急停靠處理，2位下車後往前再走550米就能看見站台了。我感到奇怪，問了一句：不能停在站台嗎？很抱歉，該班地鐵的系統出現了故障，無法正常在站點停車。唉，行吧，我現在只想趕緊下車回去睡覺。陳子陽不想管車停在哪，他只想下車。好的，现在車輛將緊急停車，2位一定要抓穩扶好。這聲音剛落，地鐵突然猛烈晃動了一下，燈也滅了。哎呀，我的媽呀！燈光再次亮起，我和陳子陽四仰八叉地趴在地上，這也太突然了。我站起身，拍拍身上的灰塵，車停了，只聽叮的一聲，車門開了。2位可以下車了，記得站台要往前走。那聲音最後提醒了我們一句，之後便再也不說話了。我們趕緊走吧。陳子陽率先跳下車，我朝外望了望，漆黑的地下軌道，一眼望不到頭，一點風都沒有，好像有哪裡不對，但我一時間又說不上來。陳子陽，你看看帖子，還有人回復你不？啊？現在嗎？陳子陽一臉疑惑地看着我。我們都得救了，不着急，現在看了吧。跟大家報個平安啊。行，
我重新發條帖子，你也別傻站在門口了啊！我們邊走邊發。他說的也有道理，萬一地鐵突然又啟動了，我不是又要被困在上面？想到這裡，我一隻腳踏出地鐵，離開地鐵的那一刻，我的身體仿佛被電流穿過。我知道問題在哪裡了。操，不對！我和陳子陽幾乎同時喊出聲，下一秒，我倆趕在車門徹底關上前擠了回去。你是不是發現什麼？发现什么了？我異口同聲地問對方。想了想，我先說道：我突然想起了一個我們一直忽略掉的問題，這輛車行駛了半個多小時，不僅沒有停靠過站台，我們甚至連站台都沒有見到。半個多小時，一個站台都沒有。我們所在的地方真的還是我們熟知的城市嗎？我不知道往前走會發生什麼，但直覺告訴我，黑暗的未知環境只會比車上更糟糕。陳子陽聽了我的分析，瞬間哆嗦了起來。他把手機遞到我的面前，那個蘿蔔3分鐘前私信我了。他說，地鐵2號因為整修問題，今天11點就停運了，這班地鐵根本不該存在。車廂內的燈光忽然閃爍了一下，映得陳子陽臉色發青。車門關閉了，地鐵上的播報器再次響起。對不起，您撥打的電話是號。對不起，您撥打的電話是號。對不起，您撥打的電話是號。陳子陽的聲音有些顫抖。我們還活着嗎？冷汗順着我的脊背向下滑落，但我告訴自己要保持冷靜。我們肯定還活着，但我們活在另一條時間線裡。我強撐着安慰陳子陽，同樣也是在安慰自己。對了，我突然想起陳子陽的手機，我的手機從剛剛開始就一直處於無信號狀態，而陳子陽的手機卻還能登錄上貼吧。你快試試還能不能發帖，把我們的情況發出去。單憑我和陳子陽兩個什麼也不懂的普通人，恐怕很難從這裡走出去。但如果有外界力量打開這個空間的話，或許我們獲救的希望會更大一些。聽了我的解釋後，陳子陽趕緊拿出手機。唉，真的還能用？真奇怪，其他 APP 都用不了，就只有這個貼吧還能用。先別這奇怪了，趕緊發帖吧。我催促道。地鐵再次開始運行，還不知道要把我們帶去哪裡，求高人相助，我們掉進異度空間了。陳子陽的帖子很快就有了不少回復。路人1號，什麼情況？我流量嗎？香菜不加辣。我說什麼來着？他們果然遇到靈異事件了。倔強的蘿蔔啊，還好你們沒事。你半天沒回我，我以為了多。這題材有趣，可以請樓主授權給我寫小說嗎？善良的狼人，樓上別。這個時候居然只想着寫小說嗎？夏天，不是，你們真信他啊？在一堆沒用的關心和質疑聲中，我們終於找到了一個救星。小明同學，你們在地鐵2號線，我跟我三叔學過幾年，或許能幫你們。把你們上車的站點告訴我。我指着這條評論，另一隻手瘋狂拍打陳子陽的大腿。快聯繫他！陳子陽被我打到嗷嗷亂叫。發了！我在春申路上的車。他頓了頓，看向我。你哪裡上的車？我看着他。春申路，這麼巧，看來問題是從站點那裡開始的。小明同學很快發來回復，看來問題是從站點開始的。春申路離我不遠，我馬上趕過去。5分鐘後，小明同學再次聯繫我們，我到了，這裡確實有問題。不過你們放心，這個問題我跟三叔處理過，我能救你們。小明的話如同一劑定心丸，我和陳子陽徹底踏實了。列車還在行駛，但我們放鬆了很多。陳子陽長吁一口氣，說實話，我剛剛還懷疑過你不是人，畢竟發生了這麼奇怪的事情，你看上去卻很冷靜。我笑了笑，雖然我是硬裝的，但我覺得你該反思一下，是不是自己太不扛事兒了。還好我們快要得救了。我也懷疑過陳子陽不是人，或者說他被什麼東西附身了，並且現在依然懷疑，因為就在幾分鐘前，我無意間在列車的玻璃上看見了陳子陽倒映出來的臉，那張臉沒有五官。我一直盯着陳子陽，他的一舉一動和正常人無異。如果不是看見那張臉，我恐怕只會拿他當成和我共患難的倒霉蛋。可是他到底要做什麼呢？我不明白，只能靜觀其變。至少他現在還不想傷害我。哎，小明同學讓我們去車頭找一樣東西。陳子陽突然說道。為了證明自己，他再次將手機遞給我。小明同學，春申路的異常已經被我處理掉了，你們現在去車頭的控制室找一樣東西，破壞掉它就能回到現實世界。它是什麼？小明同學，我不好解釋，但你們見到它後就能明白，很明顯的。別相信任何想要阻止你們的，那都是幻覺。我和陳子陽對視一眼，走，我們從車尾出發，穿過8節車廂，每扇車窗都映出我們並行的身影。可餘光裡，陳子陽的輪廓總比實際動作慢半拍。好在路上都沒有出現什麼奇怪的東西。我們一口氣跑到控制室前。太順利了吧？不是說會有東西來阻止我們嗎？陳子陽喘着粗氣。我甩開拉着他的手，假裝嫌棄地看着他。體測能及格嗎？體測？哦，及格了。他一瞬間的迷茫沒有逃過我的眼睛，我的心臟砰砰直跳。控制室近在眼前，他到底是什麼？而我身邊的他又會有什麼動作？我的手下意識地伸進口袋，那裡面有我忘記拿出來的修眉刀。
雖然修眉刀不夠鋒利，但它已經是我當下唯一能防身的東西了。這門咋開啊？陳子陽站在門前研究了半天，我抱着試一試的心態走上前，對着門敲了4下，門果然開了。快进去找他！我抬腿向裡面走去，陳子陽卻站在原地死死盯着我。他拉住我，等等！我迅速轉身，刀刃已劃過他脖頸。你幹嘛？我目不轉睛地盯着他。別相信任何阻止我們的人。你在阻止我什麼？陳子陽捂着脖子上的傷口，目露凶光。我用刀指着他，不敢有一絲鬆懈。谁知下一秒，他突然哀嚎道：你有病啊！我只是想問你，你怎麼知道開門的方式？这門你敲敲它就開了，你才是怪物吧？我愣了，手一時間抬也不是，收也不是。我小時候听我奶講過，人敲門敲3下，鬼敲門敲4下。在這種環境裡，我也只是抱着試一試的心態，沒想到被我蒙對了。但是你呢？你看看你鏡子裡的臉，裡沒有五官。陳子陽眨了眨眼，你要不要再看看你自己？我皺起眉頭，餘光看向玻璃，玻璃映出我的臉，同樣沒有五官。怎麼會這樣？陳子陽為自己抱屈。我早都發現了，你說有沒有可能，這兩邊的車框上都是幻覺？我晃了晃腦袋，看着車窗上2張模糊不清的臉，好像明白了。這才是他蠱惑我們的方式，他不需要阻止我們，他只需要讓我們互相懷疑。真正的恐懼不是怪物，而是分不清誰才是人類。我放下刀，尷尬地看着他。弟，姐好像鬧了個大烏龍，出去以後你能不告姐故意傷害嗎？陳子陽看着我手裡的刀，點點頭。那我們先幹正事。陳子陽看着我手裡的刀，又點頭。我和陳子陽達成一致，兩人並行走進控制室。小明說的沒錯，只用一眼，我們就鎖定了他。他通體漆黑，形狀像一顆心臟，頂上的燈閃着紅光。那顆漆黑的心臟嵌在操縱台中央，搏動聲與列車轟鳴共振。我們屏住呼吸靠近，那顆心臟突然劇烈起伏，搏動頻率驟然加快。我也看過不少靈異小說，明白遲則生變。手起刀落，我將修眉刀插進那顆跳動的心臟，隨着刀的没入，心臟表面裂開細縫，它裂開了，露出的卻不是血管，而是無數隻睜開的眼睛。那些眼齊刷燒轉向我，無聲低語從四面八方滲入耳膜。又見面了，黑色的心臟碎了，流了一地黑血。我們得救了。陳子陽看着我，他似乎什麼也沒有聽見。那聲低語是我的幻覺嗎？我看着地上的黑血，不太確定，應該吧。話音剛落，行駛中的地鐵突然劇烈晃動起來，我們再次毫無防備地摔倒在地。10幾秒後，地鐵停了。陳子陽率先爬起來，快出去看看。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塵，緊跟其後。地鐵停在春申路的站台上，門已經打開了。不遠處，一個穿着新中式服裝的眼鏡男，手裡正攥着一條昏迷的黑色的長蟲。那條黑蟲與剛剛的心臟如出一轍。陳子陽確認了眼鏡男就是小明同學後，噌的一下跳下車。我猶豫了幾秒，也踏下地鐵。還好你們動作夠快，再晚幾分鐘，你們就要被他同化了。陳子陽看着他手裡的黑蟲，打了個哆嗦。他死透了沒？小明搖頭又點頭。他已經死了，但這並不是他的全部，真正的他已經進入下一個循環。什麼意思啊？小明看着我們，認真的說道：某年某月某天某個時刻，他可能會再次變成地鐵、火車或者別的什麼，以此來吞噬誤入他身體的。我頓時感到毛骨悚然。如果是白天，小明看了我一眼，哪有那麼容易？這個社會總有人維持秩序，白天他沒有機會，他等的就是你們這些深夜未歸的人。不過你們可以放心，今天他不會再有動作了。我也通知了我師傅，很快就會有專人去追蹤他的。小明話音未落，站台燈光忽然頻閃幾下，隨即恢復正常。怎麼回事？難道他還在這裡？陳子陽打了個哆嗦。別怕，只是殘念在掙扎。小明將黑蟲裝進一個貼滿符文的罐子中。今晚他掀不起什麼風浪了。不早了，趕緊離開這裡吧。凌晨1點多的地鐵站，安靜的連風都沒有。我們3個人沿着站台往出口的樓梯走，腳步聲在空曠中回盪。小明走在最前，背影筆直，手中提着符文罐子。站廳盡頭的電子鐘突然跳成13.07分，可現在明明是凌晨1點多。小明腳步未停，頭也不回地說：別回頭。他手中的符文罐子微微發燙，滲出暗紅色的液體。我的影子忽然拉長扭曲，像被什麼拽向身後。小明依舊沒回頭，聲音低沉：他好像不肯放過今晚的目標。下一秒，小明抬手将一張黄符貼在罐子口，符紙燃燒的瞬間，空中傳來沉悶的嘶吼。電子鐘跳回1點43分，仿佛一切從未發生。有風了，就算是地下的地鐵站，也不可能一點風都沒有。這下真的沒事了。小明呼出一口氣。我這才鬆開自己的衣袖，手心全是冷汗。你們今夜回去後，把這張符紙放在枕頭下，過了今晚，等太陽出來，他就再也找不到你們了。我和陳子陽接過符紙，連連道謝。今夜真是遇到貴人了，不然我們還不知道是死是活。凌晨1點47分，我們終於掃碼出了站。只要上了這個扶手梯，我們就能徹底離開今夜這詭異的地鐵站。趕緊回去吧，夜裡總是不安全的。小明一邊向前走，一邊催促着我們。可就在腳步即將踏上扶手梯時，我又猶豫了。
這個地鐵站好像很正常，但是又有哪裡怪怪的，到底是哪裡不對呢？我敲了敲腦袋。與此同时，陈子陽突然低聲問我：“你信他說的嗎？”我轉頭和他對視，心裡有什麼想法呼之欲出。陳子陽用更低的聲音說道：“剛剛他趁我們不注意的時候往罐子裡滴了3滴血，我看見了。我不太懂玄學，但是給怪物餵血應該不是什麼吉利的事情吧？”我心頭一緊，那種不尋常的怪異感終於有了出處。夜晚的地鐵站不至於一個工作人員都沒有吧？夜間檢修員、夜間保潔、值班保安，不至於一個人都沒有吧？我們可能還在異世界。我聲音顫抖地說出這個結論。如果是這樣，我們絕對不能上去，上去也許意味着真正的死亡。我抬頭看了一眼已經站在扶手梯頂端的小明，他正好也回頭看向我们。你们在做什么？还不趕緊上來！馬上，我耳環掉了，剛找到。我回應道。說完，我低聲對陳子陽道：“立刻掉頭跑！”話音剛落，我們玩了命地朝站內跑去。小明眯起眼睛輕笑一聲，第7次了，他不急不慢地走了下來，速度不快，卻總是能追上我們。我和陳子陽如同被猛獸追趕的兔子。不是地鐵站就這麼大，我們要跑到哪兒去啊？陳子陽喊道。我咬破舌尖，強迫自己清醒。去哪裡？到底要逃到哪裡去？這時，口袋裡的符紙突然變得滾燙，我一邊逃跑，一邊摸出那張符紙，那上面竟浮現出極淡的血絲紋路。小明不是來救我們的，那這張符紙必然不是好東西。可他為什麼要這樣大費周章呢？直接讓我們死在地鐵裡不就好了？我有一個大膽的猜測，或許他們不是一夥的。我們回地鐵裡，如果兩邊都是懸崖，那我選擇高度矮一點的那邊。陳子陽來不及思考，跟着我一股腦地翻進站內。小明果真遲疑了2秒，我知道自己猜對了。快下去，他和那輛地鐵不對付。那輛地鐵還在原地，門還開着，仿佛在等我們回來。真的要回去嗎？我扭頭看向身後，小明在樓梯處了。來不及了，趕緊上去！我推了陳子陽一把。陳子陽明白眼下別無選擇。老天保佑，這只是一場噩夢。他念叨着，眼一閉，心一橫，重新鑽回了地鐵。我不敢有一絲懈怠，倒退着，一步一步地挪回地鐵。地鐵似乎感應到我們上車了，廣播裡提示車門即將關閉。小明站在上客區，卻遲遲不往前走一步。他果然上不來這班地鐵。車門關閉之際，他不甘心地吼道：“你以為你還能活着離開嗎？都一樣的，呵呵，都一樣。”車門隔絕了小明扭曲的笑聲，符紙在上車的時候化為灰燼。我不清楚上面畫的究竟是什麼。隨着列車再次啟動，我和陳子陽的心跌落谷底，長久的沉默。怎麼辦？等死嗎？他會帶我們去哪兒？陳子陽頹然道。我搖頭，現在已經分不清什麼是真的，什麼是假的了。那灘黑色的血跡還在控制室裡，說明剛剛發生的一切並不是幻覺。我扎破了那顆心臟，但列車並未真正受到影響。我抬頭看向玻璃，我和陳子陽的臉都沒有五官。車廂頂部的通風口突然傳來金屬摩擦的聲響，像是有什麼東西在爬行。陳子陽猛地抬頭，瞳孔驟縮。天，頭頂上有腳步聲。我屏住呼吸，那聲音竟與我們的心跳逐漸同步。你們本不該下車。陳子陽突然說了句沒頭沒腦的話。什麼？陳子陽轉過頭，嘴被某種無形之力緩緩撐開。現在他知道你們發現了，他的嘴越張越大，大到人類不可能張開的程度，大到和他的臉一樣大。在那如同臉一般大的嘴裡，我看見了無數雙眼睛。我嚇得雙腿發抖，兩眼發黑。陳子陽的輪廓開始扭曲，我的眼前不斷閃現出我們的面孔。我看見遠處有無數個我們登上這輛沒有盡頭的地鐵，看見我們在車上自救，看見我們從車廂走出，步伐整齊地邁向深淵。中間總有些不同的插曲，但之後我們又回到這裡，相同的路線，相同的車廂，相同的結局，從3個人變成了2個人。意識清醒的最後，我終於明白了那句又見面了的含義。醒醒，醒醒！我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睛，發現自己正躺在行駛的列車上。陳子陽的臉在我眼中逐漸清晰。不是吧？一個剎車就把你摔暈過去了？陳子陽將我拽了起來。我的頭大概是撞到哪兒了？沒事吧？陳子陽略帶關心地看着我。先別管別的了，我們趕緊下車吧。下車？我還沒有完全清醒。你不會摔失憶了吧？工作人員來救我們了，他把車停了，讓我們自己走去站台，你都忘了？緩和片刻後，我搖搖頭。不，都想起來。不光想起了停車的部分，包括我們發現廣播異常，遇到高人，高人變壞人，逃回地鐵，最後他在我眼前變成怪物，我都想起來了。我看着手上被符紙灼燒過留下的痕跡，那不是我的幻覺，也不是我做的夢，那都是上一個時間線的我真實經歷過的。上一個時間線的我發現了端倪，所以在某一個時刻，它取代了當前時間線的我。兩位可以下車了，記得站台要往前走。那聲音又提醒我們了。想起來了就別耽誤時間了，咱們趕緊走了。陳子陽率先跳下車，我朝外望了望，漆黑的地下軌道一眼望不到頭，一點風都沒有。怎麼了？你發現什麼了嗎？陳子陽見我遲遲不下車，問道。我張了張嘴，又搖了搖頭，好像有東西落在剛剛那節車廂上了。我退後2步，你先走，我去拿了東西再追你。都啥時候了，你還想着拿東西？這時候不該趕緊遠離故障地鐵？陳子陽替我着急，我無奈的搖頭。你還在上學，不懂牛馬的崩哀，那東西關乎我的職業生涯，我必須去拿。反正這地鐵都停了，工作人員看見裡面還有人，不會提前關門的，怕啥？陳子陽被我說服了，不過他還有點猶豫。我在這兒等你吧，這麼黑的隧道，自己一個人走還挺可怕。我沒有拒絕。行，那你等等我。我轉身朝着前面的車廂走去，確認和陳子陽離得足夠遠。我抬起頭，輕輕對着地鐵上空說道：“關門吧。”幾乎是一瞬間，地鐵的門關上了，比正常的關門速度還要快上2倍。陳子陽根本沒時間反應。我深吸一口氣，隨便找了個位置坐了下來。我可以想象得到子陽現在是什麼表情，疑惑、驚恐，替我着急。他肯定在瘋狂拍打地鐵的門，要求地鐵趕緊放我下車。那個傻瓜，走吧。我對着空氣說道。盔
見端倪的那一刻，我便明白了，在這無盡的循環中，我們只能活下來一個人，那個人必須是我。地鐵飛速行駛，我安靜地坐在車廂內，窗外的黑暗如濃墨般翻湧，仿佛有無數雙眼睛在注視着我。我閉上眼，腦海中浮現出無數個時間線的碎片。最開始的時候，王明明也是地鐵上的一員，他是我們3個中最冷靜、最聰明的，但也因此成為了最快離開地鐵的人，算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吧。我們經過一系列努力，終於讓地鐵回歸正軌。地鐵停靠在空無一人的春申路站台，一點風都沒有。王明明是最先發現異常的人。地鐵站夜裡也會有人值班的，可這裡一個人都沒有。他提出我們可能還在虛幻的世界中，也是他最先提出要再回到列車上看看。可就在我們返回列車的途中，我們遇見了一個保安大叔。這麼晚了，你們還在這裡晃悠啥呢？大叔訓斥我們，甚至懷疑我們是小偷。您誤會了，我們有東西落在刚剛的地鐵上，想回去拿一下。去，有什麼東西明天工作时間找工作人员。大叔的話一下子让我們回到现實，王明明也因此犯下了一個不可挽回的錯誤。好的好的，我們這就走。我忘不了在那個時間線中，率先踏出地鐵口的王明明是怎麼失去了一身皮膚，變成一個血人的。要不是我的金耳環突然掉了，拉着陳子陽在地上找了一會兒，故事恐怕在那時就終結了。發現不對勁的我們，像上次那樣，為了躲避保安大叔逃回列車。或許那個保安也曾是這輛列車上的人吧。不過那一次，我和陳子陽都沒有窺見真相。王明明死後，成了小明同學，成了下一個蛊惑我們下車的人。這樣鬥智鬥勇的情節，我和陳子陽又經歷了7次。終於在第7次的時候，我搶回了自己的意識。現在是第8次，我將在這一次打破這個循環。您已抵達本次列車的終點站輪迴的盡頭，請您盡快下車，不要在車上或站台處逗留。這輛地鐵不是沒有終點，它只能帶1人前往終點。我毫不做猶豫地起身下車，站在終點站的站台邊緣。我看見無數個自己正從不同方向走來，他們嘴裡不停地念叨着2個字：活着。醫生，我女兒醒了。我在 ICU 中醒來，我在家人激動地流下眼淚。好累，我想我還需要一段時間來恢復身體。我又睡了一會兒，睡着前聽見醫生這樣說：病人已經脫離生命危險，可以轉入普通病房了。4天前的晚上，我坐的地鐵發生了嚴重的事故，地面塌陷，整個列車都被埋在地下。好消息是，當時地鐵上的人並不多。壞消息是，列車上37名乘客只活下來了我一個，其中33名乘客在被挖掘時已無生命體徵，1名乘客在送往醫院的路上沒了心跳，最後進入搶救室的只有我、陳子陽和王明明。其實最開始的時候，我的生命體徵是最弱的，但好在我這個人就是能堅持。我在陰陽間隔界裡熬死了他們2個。王明明最先搶救失敗，只剩下我和陳子陽。不巧的是，我和陳子陽都是稀有血型，庫存裡的血只夠救1人，這可難倒醫護人員了。當時你生命體徵弱得不得了，嚇死我們了。我媽抹了抹劫後餘生的眼淚，病危通知書都下了7次，醫生都要放棄你了。還好我的女兒夠堅強，好像是第7次病危通知的時候吧。记錯了，是第6次。我爸插嘴道：總之你的腦電波突然大幅度的動了起來，多虧了這樣，醫生才沒立刻放棄你。後來和你一起搶救的那個男孩不知道怎麼的突然就不行。我躺在病床上，腦袋裹着紗布，昏昏沉沉的聽着他們嘮叨我的搶救過程。應該是第7次吧？什麼？我笑了笑，沒什麼，不重要。媽，等我痊癒了，我想去祭拜一下另一個遇難人。我倆能堅持到現在也算是緣分。我出院的那天去看了陳子陽，他沒有死，醫生還是保住了他的命，但他成了植物人，醒來的幾率很渺茫。我不知道他的意識是不是還困在那個漆黑的隧道裡。总之他還活着，活着就有希望逃出來。加油吧，也別怪我。誰都想活着，生的機會從不是靠謙讓來的。我走出醫院，終於又見到了太陽。手機在那次的事故中損壞了，我只好買了個新的。他幫助了你，現在該你替他效力了。我疑惑地看向四周，別回頭，他們正通過你的眼睛看這個世界。